嗨，大家好，我是 Mickey， 这里是 Dreams Bloomer。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发现说，有时候你上网去搜寻找一个东西，结果发现有2个厂家，然后照片是一模一样的，可是它价格天跟地差很多。或者是呢，你跟人家询问一个某个服务，人家提供出来讲的话呢，价格又是差别天跟地。那这个作为你自己在搜寻的过程，你会发现其实你在做的动作叫做比价。比价来讲的话，其实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要很清楚你想要设定的价值跟价格在的范围是什么。那一个是你自己心目中自己想要给予的，另外一个是外面你在搜寻10个、100个比价完之后呢，你会知道那个范围是什么。当你去搜寻这价格的时候，你会知道是说，我已经看了50个网页，或者问询好多朋友，或打电话问了很多的厂商，然后呢，我知道说这个价格大概落这边到这边，可是呢，总会有一些厂商，它在这2个价格带的范围内变得更低，或者是变得更高。那这2者的差异到底是什么？你会觉得说，合理范围应该是在这2个价格带，对不对？那是不是在这个价格带里面，我就要找到最便宜的，然后下去购买呢？其实这是不尽然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其实它是一个商业运转体系的社会，所有的事情一切都是以赚钱而为目的。所以，当你就要去找一个东西的时候呢，你觉得它很便宜，可是你千万不要忽略它隐藏的部分。举个例子，如果你要买一辆车子的话呢，你会不会想去网络上查，然后看一大堆的部落格啊，或 YouTube 啊、开箱文啊等等的，你就会愿意花钱去买个40万或者是100万的车子呢？因为它是高单价，所以你一定会花更多的精力在搜查以及比价这件事情上。那相对，如果只是一个几百块的一个，比如说小饼干啊或什么的，你可能就不会花那么多的精力。所以，当你知道这个是高单价的时候呢，你要先确认是你要如何去比价，方法非常重要，概念也非常重要。同样是这个网站，它有车子的外形，还有车子的内部、车子的音响、车子的引擎等等的不同的数据。那你心目中一定会有一个状态，那这状态会让你非常容易去判断是说，你比价你其实要再设定哪一个点，因为你可以花1个月、半年、1年就无止境的一直在比价当中，可是真正的能够做那个比价完之后的确认跟确定，其实在你心目中有一个底。那这个底是当你搜寻完之后呢，你自己判断说这个是我要的，这个是我不要的，然后把我要的放在一个框架里面。那因为你问的多，比价的多，它会限制出来说 OK， 我大概隐约知道就是说我得到这些东西，它大概是在这个价跟这个价的范围。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开始用洞悉跟挖掘的方式，去把在产品页面上或者是一个 sales 电话上没有告诉你的事情，想办法把它找出来。例如说，如果这个车子的 sales 他会给你多少折扣，或者是他会不会给你售后的服务，或者是之后的刹车片是1年2年免费更换，等等等等的。那当然，他售后服务如果做得很好的话，甚至是说，如果你去维修，他免费派人来载你到他的车厂去，或者免费给你一个车子开，这些当然就是一种成本。所以他开出来的价格跟其他人的价格，但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一些额外加予的东西嘛，所以价格会差非常的多。这个差异就会导致说，到底你需不需要呢？然后你如何去判断在已知范围跟这些隐藏式的比较完之后呢，接下来你也可以去要求，你可不可以再额外再加一些东西，例如说给我一些折价券，或者是比如说我的车子想要安装防晒，或者是行车闭路器之类等等的。我觉得在这一个谈判的过程来讲，你会经历说，我自己还不清楚我要什么，可是我经过大量的比价、搜寻、问朋友、资讯的整理之后，你会知道一个框架。
在这框架里面，你会第二个去找说，在这框架里面我在沟通的过程中，他的反应跟他的回应是我比较安心的。再来，你去挖掘是在他们没有沟通，让你知道很清楚的额外的多隐藏的这个部分会是什么。之后你就可以判断这整体性哪一个客人或哪一个厂商会是你想要一起合作，或者是想要去跟他购买等等的。所以在这个比价的过程之后，希望这一些概念可以让你有效的去判断说你现在到底要怎么样去比价，比价完你怎么样作为去判断你到底要的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来讨论说，其实有些人不是很清楚什么是比价，什么是比稿。作为一个公司来讲的话呢，2个程序，如果你是公司老板，你绝对超级讨厌比稿这件事情，以及你也不认同比稿这件事情。但是有时候因为为了生存，或者是为了说让你有不同的案源进来，所以你势必需要去做比稿。有时候你会听到是说政府有开一个比赛，然后开放大家投稿，然后投稿呢可能没有投稿费，然后投上去的东西他们也拥有所有的版权，然后他们要印什么做什么他们都可以去做。其实这件事情是比稿的一种，但他只是把这个词换成叫比赛这件事情。但是呢，你的价值等于是0，因为不只是他们付的钱非常少，或者是根本没有，而是你去给他们东西，他们可以去无限制的去使用，而你得不到任何1分1毫你该得到的无形资产的价值。好，那这是一个偷换部的讲法，比赛其实是比稿。那我们来讲真正比稿。可能有人来跟我讲说，嘿 Mickey， 我们现在有一个冰淇淋的连锁店要请你来设计，请问你的价格是怎么样？那我们想要确认你们有没有能力承接，所以我希望你们来比稿。那其实这意思是什么吗？第一，你可能不是很清楚我是谁，或者是我做过的东西，或者是我们根本不认识。那我也不知道说这一个事情你有跟10家、20家设计公司讲过了，所以等到我去了一个会议之后，我发现怎么这么多人，然后大家都把他东西拿出来，就给一个人来挑选。其实这是一个极端不公平的事情。再来，他也没有提过他会不会付钱。凭良心讲，有2个判断去判断这件事情。有时候比稿呢，你会把要求比稿这个人，你会把它分成2段。第一段呢叫做好人，第二个段就是坏蛋。那你会从几个方法去辨别他是往哪一边跑。第一，他会不会想要付钱呢？付钱多或少，我觉得这是价值看待的问题，这个先拿出来，先不要谈。可是愿意付钱的人呢，起码已经是往好的方向跑，因为他认同说你要付出你的时间，你要付出你的精力，你要付出你的专业价值的整体的时间，所以他会付出一些钱 ，maybe 很多 ，maybe 很少，但是绝对不会是0。0的话呢，一定是坏蛋，一定是不好的。那再来，他是不是给你很好的资讯？比如说 ，OK， 没问题，我接受这个冰淇淋店的设计专案，那他就给你发一个大包 ，OK， 这是我们之前收集的东西，然后线上会议或者实际会议也开过了，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地点 A、B、C， 你可能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去看？那表示是说，他花了这么多精力进去之后呢，你确定他是很真实，他是认真的，那你也会觉得是说，OK， 我如果要真的去比稿的话呢，你会知道是说，他不会是讲而已，然后突然就说我不做了。你会发现有些人他是跟你讲说，Mickey， 我想要做这个冰淇淋品牌公司，然后你花好多时间啊，帮他搜查资料或什么的，他说他看到东西，他说不错，还好，谢谢，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所以在问的过程当中，你会从他的准备的资料里面，你就知道说他是属于好人还是坏人，因为他叫做自我尊重嘛。他给你一个他花很多时间去研究，然后他想要跟你讨论，这些你就会归纳是在比稿里面算是好的。再来，例如说，如果他不付钱的话呢，比如说Mickey 这东西不错我不想要付他钱，谁你也过来。这是我朋友，你可以帮我看看，你帮我重新画一下，几千块就好了。
所以他就根本不付你钱，可是他把你的 idea， 把你的想法浓缩了之后呢，改造一番，改得乱七八糟的，然后请另外一个人去执行，这也是坏蛋的一种。所以在沟通跟讨论的时候呢，作为一个老板，你可能要去挖掘这一些细节，去确定对方是不是认真的，对方是不是愿意沟通他所有的想法，以及他认为这个智慧财产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在付钱或还没有付钱的状态分别会是什么。所以如果你有碰到很多不符合以上这几点的话呢，你一律可以把它变成是坏蛋，你直接是说那就不用了，我不比稿，请你找别人，我也没办法帮你介绍。为什么呢？因为我本身完全不认同比稿这件事情，除非你的公司真的很需要某些专案，然后你认为你想要利用比稿这个部分来去竞技，让你的公司或你的团队经过比稿的状况进化，变得更好。因为比稿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呢，它是把你公司所有的部门、所有人的脑袋汇集在一起，用来解决一个很巨大的问题。它是极度不稳定的，所以除非你有特定的需求，你自己已经知道了，千万不要比稿。除非比稿的那个人，你已经是确认你会得到某种尊重以及钱，不管是多或少，看你怎么决定，要不要决定去接受它。我其实有碰过很多的比稿的方式，但他们伪装的是说，我来跟你合作。我唯一能够接受来讲的话呢，并不是比稿，他用的字眼不是比稿，他用的字眼是合作。可是合作呢，他讲得很清楚，他合作诚意为何在？就是说，我现在有这个案子，我自己需要去比稿，我也需要你的技能跟我两个搭在一起，成为一股更大的力量，一起去比稿，一起去竞争这一个专案的可能性。他的钱有这样子，然后呢，拿到之后呢，我的部分大概会是在这样子的钱的范围，然后这个部分来讲会是由你这边去支配，然后这是整体的预算，然后呢，执行的范围大概会是这样子，风险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有人来找我，然后他讲得一清二楚的话呢，就靠我自己来去判断我自己的经营的风险是不是在那一个时间点，我的公司存的钱的水位够不够高到我可以接受这件事情，接受这样子的比稿，愿不愿意接受？因为有时候比稿就我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让公司成长的一次机会，因为你能够跟另外一个公司一起合作，做一个你公司本身无法完成的一个专案的完成度。那当你自己成长之后呢，你可以面对一个更大的案子在未来中。所以这整件事情要确定，如果对方不是用比稿，而是用合作，但一起去面对一个比稿的方式的话呢，我还是不一定会接受，但起码我会去听说在这里面的分论合不合理，执行分工的方法合不合理，我这边的风险高不高，然后呢，聊完之后才去确定说，我能不能做这件事情。那所以比价以及比稿来讲的话呢，要想清楚，比稿是在确定说你有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说我有没有办法付出这件事情，我愿不愿意接受这件事情。比价来讲就很简单啊，就是我看一个东西，然后就是在一个价格范围，然后其他的我就不要了，我就不管了。得到的东西万一是不好的，你可能就是摸摸鼻子就自认了，因为这就是比价的一个状态。比稿另一方面也是确认是说你得到的东西跟你付出的钱会是比较符合的，有点像是人家在打量你，你也在打人家，互相打量，我们到底互相符不符合对方的想法。目前这几个方法大概是我在面对有时候需要比价，有时候需要比稿分别的心态以及处理的方式，希望大家从这边可以得到一些启发，运用在你们自己做的各种专案身上。欢迎大家也在下面留言。那如果你们有想到更多很好的方法的话，欢迎大家再切磋一番。我也很希望听到不同的方式，然后扩增我自己的想法。谢谢大家，拜 ，adios，ciao。